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Curtis Faith 的海龟交易法则。1983年，当时华尔街最富传奇色彩的商品投机家之一的 Richard Dennis 与他的好友合伙人 William Eckhart 发生了一场争论。Eckhart 认为伟大的交易员是天生的，需要某种不可复制的第六感，而 Dennis 坚信交易是可以被量化并后天教授的，就像在新加坡养殖海龟一样。为了寻找答案，他们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招募了10几个毫无交易经验的普通人，仅用2周时间教授他们一套交易规则，然后给他们提供真实的资金进行交易。这群人被称为海龟。本书作者 Curtis Faith 当年只有19岁，是那批海龟中最年轻的一位，但在4年的实验期内，他严格执行了这套规则，为 Richard Dennis 赚取了超过3000万美元的利润，成为了这批海龟中最成功的一个。海龟交易法则，这本书完整记录了这场实验以及当年那份被严格保密的交易法则。它打破了金融市场里许多常见的预测迷思，指出了交易的核心不在于依靠复杂的经济学模型去判断市场的涨跌，而在于建立并坚守一个具有正期望值的系统，利用概率思维来构建交易优势，并通过动态调整头寸规模来实现严格的风险控制。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当年教会那帮门外汉在市场中获得持续回报的是怎样的一套方法。大多数人在进入金融市场时，往往带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执念，那就是试图预测未来。然而当时 Richard Dennis 和 William Eckhart 给学员上的第一课就是放弃对市场的预测。金融市场是一个被无数随机变量交织影响的复杂系统，想要精确预测短期价格的每一次波动，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真正有效的方法是去建立一套具备正期望值 positive expectation 的交易规则。期望值是一个统计学概念，将盈利的概率乘以平均盈利幅度减去亏损概率乘以平均亏损幅度，只要大于0就是正期望值。以赌场的美式轮盘盈利模式为例，转盘上一共有38个数字槽，当玩家压注红色或黑色时，真实的胜率只有38%，也就是 47.37%， 赌场自带了 5.26% 的胜率优势。只要赌客不断下注，赌场就能够长期盈利。回到金融交易中，怎样像赌场一样建立并利用这种正期望优势？有2个核心要素：交易规则与概率思维。在轮盘赌中，转盘的设计和固定的赔率是优势的来源，而在金融市场里，承担这个功能的就是交易规则。一套完善的交易规则会通过设定明确的入场条件、资金规模和退出机制，圈定出一个具有正向优势的执行区间，锁定那些胜率或盈亏比对我们有利的交易机会。但是仅仅拥有交易规则并不等于就能赚到钱。成熟的交易者还需要具备概率思维，接纳单次交易结果的随机性，将决策的质量与单次的结果剥离，不把注意力放在某一次交易的盈亏上。只要一次操作严格符合了交易规则，那么无论这笔交易最终是盈利还是触碰止损线离场，都是一次正确的决策。反过来，一次违背了交易规则的盲目操作，哪怕侥幸赚到了钱，也是一次错误行为。既然正期望值的数学逻辑如此清晰，为什么依然有大量的市场参与者无法稳定获利？答案在于人类与生俱来的直觉反应被带入高度数字化的金融市场后演变成的认知偏差 cognitive biases。 首当其冲的是结果偏好 outcome bias。 人们总是习惯于通过一件事情的最终结果来评判做这个决定时的对错。在交易场景中，如果一个投资者按照既定的正期望值规则买入了一只股票，但由于市场的随机波动，这笔交易最终止损离场，受结果偏好影响的人会认为这个交易规则是无效的，从而在下一次信号出现时产生犹豫，甚至直接修改规则。他们忽略了在概率分布中，失败的样本本身就是系统运行的一部分。其次是近期偏好 recency bias， 即人们倾向于赋予最近发生的数据更高的权重。
假设一个稳健的交易规则在近期连续出现了4次亏损，近期偏好会促使参与者产生强烈的心理暗示，认为第5次交易必定也会亏损，从而选择放弃执行。然而，之前的独立交易结果其实并不影响下一次操作的胜率，但恰恰是因为放弃了这第5次可能带来巨额回报的交易，会导致整个规则的正期望值被破坏。此外，还有深刻影响大众决策的损失厌恶 （loss aversion）。损失1万元带来的心理痛苦，往往是赚取1万元带来的快乐的2倍。这种不对称的心理感受，导致参与者在面对亏损的头寸时，总是抱有侥幸心理，拒绝止损，将原本可以控制的小额亏损拖延成严重的资金灾难；而在面对盈利的头寸时，又急于落袋为安，过早的卖出资产，完全违背了让利润充分增长的常识。对抗这些认知偏差的唯一方法，就是用严格的交易规则替代主观的自由裁量权。投资者必须将每一次交易看作是无数次独立事件中的一个节点，剥离掉恐惧与贪婪的情绪附着。只有无视眼前的短期阵痛，坚定地执行具有统计优势的规则时，概率思维才能真正转化为账户上的长期复利。当我们明确了要依靠概率而不是预测来获取回报时，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在充满博弈的金融市场中，这种统计学上的优势究竟隐藏在哪里？答案就在认知偏差中。市场是由海量的个体和机构组成的，只要参与者是由人类构成，或者是由人类编写的算法驱动，市场就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非理性的群体行为。这种群体非理性行为的集中体现就是趋势。在商业现实中，资产价格的变动并非总是平滑的，而是经常表现出趋势跟踪的特征。当一个市场价格下跌到某个历史低点并开始反弹时，许多错过了之前低点买入机会的参与者会将那个历史低点作为自己心理预期的买入价格。一旦价格再次接近该区域，大量的买盘就会涌入，形成客观的支撑位。同理，当一则实质性的利好消息发布，推动资产价格向上突破时，那些早期买入的投资者急于卖出以锁定微薄的利润，这种抛压会在短期内延缓价格的上涨，形成阻力。然而，一旦买方的力量消化了这些抛压，价格突破了之前的阻力区间，大量在一旁观望的资金会因为害怕错失良机而蜂拥入场，推动价格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形成单边上涨的强劲趋势。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优势模型，放弃了在最低点买入，在最高点卖出的完美幻想。有效的资金配置策略是耐心等待市场自行确认趋势的形成。例如，当资产价格向上突破过去几十天的最高点时，这往往表明多方力量已经取得了结构性的压倒优势。此时顺势接入资产，就是站在了概率更大的一方。这就是利用群体认知偏差来构建交易概率优势的底层逻辑。这种优势并不是来自预测下一秒的涨跌，而是来自等待多数资金已经用真实成交证明方向。规则越晚一点确认，买入价格可能越不漂亮，但它换来的是更低的主观误判成本。资产配置的核心出发点在于风险的对等。不同大宗商品或金融工具的日内波动幅度存在巨大差异，如果对所有资产进行平均配置，波动剧烈的资产将会主导整个投资组合的盈亏，导致整体的资源配置严重失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引入一种基于市场自身波动特征的量化工具，即真实波动幅度 Average True Range（ATR）， 并在其基础上计算出核心指标 N 值。真实波动幅度的计算方法需要综合考量3种价格差值：第一是当日最高价与最低价的价差，第二是当日最高价与前一日收盘价的价差，第三是前一日收盘价与当日最低价的价差。这3个数值中的最大值即为当日的真实涨跌范围，而 N 值则是该数值的20日指数移动平均线。通过这种平滑处理， N 值能够客观反映某项资产在近期运行中所表现出的平均日内波动水平。设定了 N 值之后，
投资者便可以推导出具体的持仓规模。每一个标准头寸单位在承担一个 N 值的价格波动时，其带来的账面损益必须恰好等于总资产的1%。假设当前管理的总资产规模为100万美元，资产的1%即为1万美元。如果此时某种海外原油期货合约的 N 值为 1.5 美元，且每手合约的价格变动1个点对应1000美元的实际损益，那么该原油合约每手的日内波动价值就是1500美元。用1万美元的风险额度除以1500美元，得到的结果约等于 6.6。 在具体执行中，系统会向下取整，确定该资产的买入数量为6手。这套机制在底层设计上实现了不同市场之间的风险均衡。如果某一天黄金市场的波动性攀升，其 N 值从2个点放大到4个点，那么在总风险预算不变的前提下，公式计算出的买入手数就会自动减半。相反，如果国债市场的波动性大幅收窄， N 值随之变小，系统则会自动放大其持仓手数。通过这种动态调整，整个投资组合在面对不同资产时承受的底层风险暴露是完全均等且标准化的，这就将普通人容易忽视的资金管理转化为了标准化的操作步骤。在完成了资金与风险份额的精确度量之后，下一步动作是确立清晰的入场边界。需要放弃低买高卖的主观猜测，采用唐奇安通道 Dantian Channels 来捕捉市场的结构性拐点，通过计算特定周期内的最高价与最低价，在图表上画出上轨与下轨，用以界定资产价格的运行区间。具体的入场机制分为2套相互独立的互补系统。第一套是短期突破系统，其规则是当资产价格向上突破过去20个交易日的最高价时，即刻执行买入动作，建立第一个头寸单位。例如，若某大豆期货合约在过去20天里的最高价格为每吨400美元，一旦盘中价格触及401美元，系统就会触发买入指令。第二套则是作为备份的长期突破系统，它将观察周期拉长至55个交易日，只有当价格突破55日高点时才触发入场。这种设定确保了即使错过了短期的局部行情，也能够在中长期的大趋势中成功接入。这种依靠突破入场的逻辑，在实际操作中伴随着一套严密的加仓机制。系统并不允许一次性将资金全部投入，而是采取分批试探的策略。当第一个头寸单位成功建立后，只有当市场价格继续朝着有利方向推进时，才会考虑增加仓位。具体的加仓间隔同样与 N 值紧密挂钩。每当价格在上一次入场价的基础上再向上推进 0.5 个 N 值，系统就会自动追加一个头寸单位。这种加仓动作最多重复3次，也就是将单项资产的总持仓量限制在4个头寸单位以内。这种设计保证了只有在趋势得到市场事实印证的情况下，资产规模才会逐步扩大。如果市场在突破后立刻发生均值回归，投资者也仅仅损失了第一个初始单元，而一旦上升趋势形成，通过在上升途中不断追加标准单位，整体持仓规模将在周期底部确立后迅速放大，从而在顺势运行中获得高度的配置优势。建立持仓并完成加仓之后，下一步是如何设定风险边界以及如何完整收割趋势利润。对于任何投资者而言，入场时的选择只决定了策略的起点，而及时的止损与退出才是盈利的终点。任何一个头寸单位建立后，其对应的止损位都会被固定在入场价格下方2个 N 值的距离。继续以之前的量化模型为例，如果在一个大宗商品合约上，初始买入价格为100美元，当时的 N 值为2个点，那么最初的止损位置就明确设定在96美元。这意味着单笔交易由于方向错配所能造成的最大资金损失，被锁定在总资产的 2% 以内。同时，随着价格的向上推进和加仓动作的执行，所有先前持有的头寸单元的止损位都会同步向上抬升，始终保持与最新持仓价相差2个 N 值的动态关联。这种安排确保了无论发生何种突发的系统性风险，
单项资产遭遇大面积出清时的亏损额度都始终在预设的控制范围内。与严密止损相对应的是，同样不带主观情绪的退出机制。在趋势跟踪的框架下，参与者必须忍受资产价格从最高点回撤的阵痛，绝不被允许因为恐惧而提早获利了结。对于短期20日突破系统，法定的退出信号是价格触及反向的10日最低点，而对于55日突破系统，退出信号则是价格跌破20日最低点。即使资产价格已经从$100一路上涨到了$150，只要价格没有跌破过去10天或20天的价格低点，就继续持有。基于这套规则，在日常的反复震荡时，交易者可能会不断经历小额的止损损耗，但只要能依靠10日或20日的反向通道来确保在那些大级别的单边大行情中不被甩出市场，只要1-2次大级别趋势带来的盈利，就足以全面覆盖数十次微小止损累积的成本。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让海量的历史价格数据的获取和回测更容易，许多人试图通过不断微调参数，以求契合历史价格曲线，构建出收益率最高的交易规则，但会陷入一个被称为过度拟合 overfitting 的陷阱。这是因为历史价格数据中包含了大量的随机波动和无序噪音，当一个规则被精细雕琢，完美契合了某一段特定的历史周期时，它实际上是记住了过去的噪音，而扭曲了市场底层的供需运转规律。一旦未来的市场参与者结构、宏观经济环境或流动性指标发生轻微偏离，这种高度定制化的复杂规则就会迅速失效。绕开这一陷阱的有效路径是追求系统在多环境下的稳健性。一个稳健的交易规则能够在不同的资产类别中展现出平稳的正期望值。在20世纪80年代的那场实盘操作中，参与者们并没有为原油设定一套独立的指标，也没有为瑞士法郎设定另一套专属的参数。他们被要求将完全相同的20日突破和55日突破规则无差别地应用于跨度极大的几十个高流动性市场。在实战场景下，投资者需要克制不断修改和优化交易规则的冲动。如果在测试中发现参数设定为19日、20日或21日，系统都能产生平稳的正向回报，这就说明该策略具备参数稳定性，抓住了资产价格呈现趋势分布的核心特征。执行逻辑简单、参数统一的宽泛规则，能够为未来的不确定性留出足够的容错空间，使资金体系在多变的市场周期中保持运行韧性。换句话说，稳健系统追求的不是在历史图表上赢得最漂亮，而是在未来样本发生偏移时仍然不至于立刻失效。规则少一点，反而更容易保留真正有用的市场结构。确认了交易规则的稳健性之后，投资者还必须面对趋势跟踪策略在运行过程中的结构性成本。金融市场并不是随时都在孕育大级别的单边行情，在大部分时间里，资产价格呈现出无序的区间震荡状态。在这种市场环境下，突破策略会频繁地在阶段性高点触发买入指令，随后价格迅速掉头向下，触碰止损线，形成一次次无效的假突破。这种连续的微小亏损累积起来，会造成账户资金的持续缩水，这一现象被称为回撤。回撤是任何正期望值系统都无法避免的。在早年的大规模跨市场实盘交易记录中，即便投资组合已经高度分散于多个低相关性的商品和金融衍生品，整体账户依然经常经历30%甚至40%的深度回撤。资金曲线在实际运行中总是在漫长的震荡损耗里徘徊，依靠少数几次爆发性的大趋势来完成净值的跃升。投资者需要正视并接纳回撤。当账户资金出现20%的缩水时，损失厌恶心理会被激活。为了规避账面亏损带来的心理压力，人们要么直接停止交易，在场外观望，要么擅自缩减下一次交易的买入数量。然而，大级别的趋势行情往往出现在连续多次的假突破之后。如果在回撤期间改变了基于真实波动幅度设定的标准头寸规模，当真正的趋势最终降临时，
账户中就没有足够的风险暴露来获取与之匹配的利润，之前付出的所有止损成本将无法得到补偿。投资者应当将回撤视为开展商业活动的固定运营成本，类似于实体企业支付的租金和设备折旧费。在资金曲线处于周期底部时，严格维持与资金总规模相匹配的标准头寸，不掺杂任何因账户缩水带来的防御性干预，是能够在未来顺利实现均值回归并创造利润的必要前提。驱动量化规则稳定运转的最后一块拼图是一致性 consistency。 在真实的金融交易中，很多人误以为只要拿到了一套证明有效的交易策略，就拿到了通往财富的钥匙。但事实是，即便这套策略后来都被完全公开，真正能靠它在市场里长期盈利的人依然屈指可数。造成这种巨大落差的原因，不在于规则本身，而在于执行过程中的知行脱节。趋势跟踪系统的收益分布并不是均匀平滑的。在长期的资金配置周期中，一个正期望值系统可能会产生数百次交易信号，但通常只有不到 15% 的少数交易贡献了整个投资组合 80% 以上的净利润。这种利润高度集中在极少数大行情中的现象，意味着错过任何一次标准的入场信号，都可能错失全年的核心利润。既然事前没有任何人能够预知哪一次突破会演变成真正的大趋势，那么由交易策略触发的每一次买入指令，在客观上就具有完全相等的执行价值。投资者不允许有任何的选择性遗漏。在当年这场著名的金融培训实验中，所有海归都在同一间教室里接受了完全相同的交易规则培训，并且被分配了相同的初始资金。然而，在随后的实盘操作中，参与者们的账户净值却出现了天壤之别。严格遵守既定参数，没有漏掉任何一次法定交易信号的参与者，最终实现了数千万美元的资产增值，而部分同样熟知全部规则的人，却因为在连续回撤期间产生了主观怀疑，选择性地过滤了部分交易信号，或者在趋势尚未出现反向确认时，就因为害怕利润回吐而提前平仓。这些破坏了一致性的行为，导致他们最终未能实现资金增长。在充满随机波动的博弈环境中，只有无视短期的账面亏损，将一致性贯彻到每一笔独立的交易中，才能在漫长的时间轴上将统计学优势真正转化为账面上的复利。海归交易法则是一本揭示交易本质与资金管理规律的实战指南。它打破了依靠主观预测获取商业利润的传统认知，将投资行为还原为一场建立在正期望值基础上的概率运算。通过引入真实波动幅度与 N 值，它构建了跨资产风险均衡的底层架构。通过唐奇安通道的突破与反向退出机制，它展示了如何利用市场的群体非理性，在偏低的胜率下实现盈亏比的结构性错配。更为关键的是，它向投资者揭示了一个商业常识：在稳健的系统模型，也需要克服人类与生俱来的认知偏差。在充满随机波动的环境中，决定最终财富积累的是无视短期账户回撤，在任何极端市场下都毫不偏离地执行客观规则的一致性。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欢迎您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您的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为您带来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